你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分享的这些关于中国大陆城市夜生活和青年文化的资料哈。感觉疫情之后啊，从一线城市到更多地方，这个晚上的景象确实在发生一些挺有意思的变化。咱们这次呢，就是想一起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关键脉络，看看相关的支持措施、经济走向，还有年轻人的活力是怎么交织在一起，塑造出现在的这个夜生活图景的。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些最值得你留意的一些趋势和现象。没错，这些资料确实描绘了一个既复杂又挺有生机的一个画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就是一些措施是怎么推动夜间经济的，然后年轻人又在创造哪些新的文化空间啊、消费习惯啊，以及这背后它可能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目标呢，就是帮你抓住这些信息的核心，看得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要不先从疫情之后的恢复说起。资料里有提到，像上海、深圳、成都这些大城市，夜场好像是比较早重新活跃起来的。对，整体上我觉得可以用审慎乐观的复苏这么个词来形容。各地确实有一些引导和支持啊，比如说沈阳那边他们有提供夜间活动的补贴，还有优化环境什么的来吸引消费。而且你看，在2019年到2021年那段时间，全国规划了不少，大概200多个吧夜经济的集聚区。这个动作本身就显示了一种推动力。这里有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研究提到夜间量化密度增加，说白了就是城市晚上更亮了。对，但驱动力它主要说是来自旅游消费提升，好像不完全是本地居民的贡献。是这样。这说明夜经济跟旅游业的这个结合是不是更紧密了？正是如此，也说明这个夜经济的构成它不是单一维度的，而且你再看夜生活的场景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了，不再是过去那种比较单一的模式。的确是非常多元化。你给的资料里就提到了像上海那个 INS Park， 号称迪士尼的那个。对对对，听说是一张票进去，里面什么夜店、吧坝、电竞10几种体验都能玩到。是的，它是个大型的娱乐综合体。同时呢，既有像 M-Went 那种可能比较高端主流的夜店，也有像 Shelter、Dada 这类更地下一点的音乐场所。对，可以说是选择很多，丰俭由人。而且不同城市也各有侧重。比如说北京可能三里屯那边酒吧就特别密集啊，是。而成都呢，它的 Live House 文化还有一些特色酒吧，包括像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LGBT 酒吧 Moonflower 就比较出名。甚至连购入中心现在也深度参与进来了，像上海的 K11， 还有那个 TX 淮海，他们晚上的这个商业占比据说能达到62%，很高了。这就创造出所谓的夜生活养恋。夜生活养恋这怎么理解？就是说购物、餐饮、娱乐他们之间互相引流，形成一个夜晚消费的生态圈，让大家能在一个地方待更久，消费更多元。明白了，看来夜生活越来越复合，也越来越注重文化体验了。那除了这些商业场所，还有没有一些新的潮流或者更私密一点的玩法？资料里好像提到了轰班热潮。对，这个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可能是受到一些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吧。不少年轻人开始选择在家里或者朋友合租的那种公寓里，自己搞一些私密的鸡尾酒派对。这种形式呢，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正在慢慢流行起来，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的经济压力下，同时又能满足社交需求的一种新方式。听起来是种更经济也更私密的社交选择，挺有意思的。那还有其他的吗？另一个趋势就是科技的融入，比如说 VR 酒吧，还有一些互动艺术装置和夜生活的结合，或者像在杭州、西安那些地方，开始兴起把 Live House 表演和晚上的体育活动结合起来的玩法。这些都能提供更新奇的体验，感觉还挺对那些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的胃口的。确实很新颖。那在这些相对商业化和新潮的玩法之外，你给的资料还特别点出了一种更地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个地下 rave， 就是所谓的夜舞。是的，比如资料里提到，在长春、深圳这些地方，有人会利用废弃的工厂啊，或者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空间来举办 rave 活动。
这个被一些年轻人看作是对996那种高强度工作文化的一种抵抗吧。996就是指早九晚九，一周6天那种工作模式。对，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一种自由感，表达一种可能是不屈的精神出口。对，这不单纯是为了玩乐，不完全是。我觉得这些地下活动，它通过特定的音乐风格、参与者的穿着打扮，还有现场营造的那种氛围，它其实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寻找群体归属感的空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进行文化实验的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都市里那种疏离感的一种对抗，算是一种挺鲜明的文化态度表达。我明白了。不过，感觉所有这些发展，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地下的，好像都受到了政策导向和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非常准确。你看，一方面我们确实能看到有一些政策在鼓励和支持夜经济发展，比如给补贴什么的。但另一方面呢，管理和规范其实也在同步进行。比如资料里提到，上海万圣节期间，有些派对活动就受到了限制。也引发了一些关于空间和自由度的讨论，这就构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扶持与规范并行的局面吧。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感觉也非常直接，比如消费预期如果收紧的话，可能就会让更多人转向像 home bar 那样更实惠的选择。对，这也会对那些高价位的夜店消费形成一定的制约。是的，而这也反过来可能促使一些夜店去寻求改变。比如说，跟一些时尚品牌合作，搞一些活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潮流发布平台，而不仅仅是个喝酒跳舞的地方。购物中心也很积极地融入进来，大家一起想办法怎么吸引和留住年轻的消费群体。看来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啊。但总体来说，这个夜间经济的潜力还是很被看好的，对吧？对，潜力还是相当大的。你看数据，2023年。中国大陆的夜间旅游市场规模就达到了1.57万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1.4万个区域性的夜间经济项目，而且主力军毫无疑问就是90后和00后，据说有超过1/3的年轻人活跃到午夜之后呢。哇，这个比率不低，那年轻人这么积极的参与夜生活，带来的正面效应应该也挺多的吧？是的，资料里也总结了几点，比如说能缓解工作压力，尤其是对抗像996带来的那种疲惫感，然后提供社交连接和归属感，这个在大城市里对抗孤独感挺重要的，也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实验的场景，比如给一些独立音乐人艺术家提供了舞台。同时呢，肯定还能带动城市的活力和经济循环，甚至还提到，如果运营得当，还能增加身心愉悦感。听起来确实挺积极的，像前面提到的那个 IES Park 模式。它计划还要向西安、成都这些地方扩张，这也说明这种融合多元体验的模式应该是有持续吸引力的。没错啊，这些都是夜生活积极的一面，它承载的功能其实比单纯的娱乐要多得多。好的，那通过这次的梳理我们能看到中国大陆的夜生活确实远不只是灯红酒绿那么简单，它关乎经济的活力，关乎文化的碰撞。更重要的是，它是年轻一代寻找自我认同、释放压力、建立社群连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从政策的引导到经济压力下的民间智慧，再到地下文化的这种涌动，构成了一幅相当生动而且还在不断演变中的图景。确实如此，梳理下来，这个图景是挺丰富的。最后，我想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种商业化的浪潮，青年亚文化表达的需求以及必要的社会管理之前，未来的那个平衡点它会落在哪里？这种动态平衡的持续演变，又能折射出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他们正在经历的哪些更广泛的机会和挑战呢？